最近你是不是也发现网络上掀起一波退订 ChatGPT 的风潮？随着 Google 推出史上最强的 Gemini 3 Pro 模型，许多人发现它在逻辑推理、程式撰写以及整合 Google 生态系的能力已经全面超越了对手。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跳槽，或者是你是第一次接触 AI， 这部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。今天我会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 Gemini， 即使你完全没用过，也能轻易上手，把它变成你专属的超强投资研究员。首先，我们来到 Gemini 的首页，第一步非常重要，请务必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，因为登录后，你才能储存对话记录、上传档案，以及使用我们等一下要教的进阶功能。很多人的 AI 都不聪明，是因为不懂提示词的设定。面对不同的情境，我们要给它不同的设定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直接问台积电能买吗，它只会给你罐头回复。那接下来我们使用不同的角色来示范。假如我问他，你是台股基本面的分析师，台积电现在适合长期投资吗？你看他回复的答案就完全不一样，开始分析成长动能和毛利率。好，那我们再换一下角色，你是风险管控经理，台积电现在适合长期投资吗？这时候他就会话锋一转，针对地缘政治和技术追赶压力这些风险控管来特别去撰写。好，那如果我再换一个角色，你是退休理财顾问，面对一位50岁、资产1000万的投资人，台积电适合他的长期投资吗？那他又会给出更具体的建议，因为他连年纪、资产还有要投入的资金都清楚交代，他就会建议你台积电殖利率太低，应该当卫星配置，而不是核心持股。如果你要让 AI 回答得更精确、品质更好，除了给他一个角色以外，我们还需要给他我们的具体任务、使用的情境、回复的格式以及回答的范例。这样它就能够依据我们的提示词给出一个很精准的答案。那我们这边先给他一个角色是台股基本面与资产配置分析师，接着我们给他一个任务，请帮我评估现在是否适合把我资金的 20% 配置在台积电，作为3年以上的长期持股，不要预测未来股价，只评估这样的配置决策合不合理。接下来我们给他情境，情境说明就是我是40岁上班族，总可投资资金200万，目前持股以电子股居多，已持有联发科与几档中小型 IC 设计股。我的风险承受度中等，可以接受 30% 的回档，但不想一次压在单一产业或单一个股。接下来格式，我们请他用表格帮我整理。栏位1，评估面向有基本面、产业、筹码、风险分散。栏位2，重点观察项目。栏位3，台积电目前情况摘要。栏位4，对配置 20% 资金的影响评估，包含正向、中性、风险。表格后再用5行以内给出一个结论，适合可小幅配置，不建议，并说明原因。最后我们给他一个范例，回复语气请偏向理性冷静、数据导向。例如，在基本面上，台积电具备稳定的获利与护城河，但考量你目前持股集中在电子股，直接拉高到 20% 会让产业集中度偏高，建议先从 10% 起，搭配其他产业分散风险。接着我们就点送出。好，那 AI 就会给我们回复，基于我们是40岁，中等风险承受度，总资金200万，目前集中持股的情况，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，并最后给我们一个总结建议。它能够回答的这么完整，就是因为我们给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提示词，我们给它清楚的角色，给它清楚的任务，还给它想要它回复的格式以及完整的范例，所以 AI 才可以有品质这么好的回复。此外，如果你希望 Gemini 未来都能够更精准的回应你，你也可以到个人化的地方，把自己的背景、任务需求以及 Gemini 的回复格式做设定，这样 Gemini 以后也会给你更好的回复哦。在我们做一般用途时，快捷模式可能还够用，但当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，例如分析复杂的供应链时，快捷模式就不够用了。这时候我们要开启思考模式。举个实际案例，像我的 AI 标股雷达最近跳出一档强烈买进讯号的股票6588的东点光电，但我对这家公司不熟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快捷模式可能只会给你很表面的股票资讯，为了得到更深入研究的答案，我会用2个提示词优化的技巧。第一个技巧是详细步骤，我会要求他请依照以下步骤来分析。第一步，用白话说明这家公司主要做什么，产品在哪一条供应链。第二步，整理目前市场在炒它的哪些题材，区分已经有实际营收的和只是想象空间的。第三步，根据最近1年的营收与获利，评估它现在是成长刚起步，还是题材先涨，获利还没跟上。请你把看到的关键数字列出来。
第4步，站在一个用营收成长 20%、毛利率改善、亏转盈当核心条件的投资人的角度，判断现在比较适合 A 只列入观察， B 少量试单， C 先不要碰，并说明原因。你看，接下来他就能按照步骤给出更具体且深入的答案。第2个技巧是从不同角度去切入，例如我会问他，请从3个角度帮我分析。第1个角度，基本面数据表现；第2个角度，市场题材的想象空间；第3个角度，目前价位的位阶与投资适合度。你看，这样他就能用不同的角度回答答案，你可以自己再去挑选你喜欢的答案。透过这2种方法，相信给出的答案肯定会让你很满意。你会看到他从资料中心扩建讲到光通讯绿光片，还有分析出它是关键的 CPO 概念股。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完整的逻辑推演过程，还有不同角度的思考逻辑，而不是只有一段简短的文字叙述。不过这边要提醒一点，做投资最怕什么？最怕 AI 产生幻觉。AI 之所以会产生幻觉，常常因为他们的资料库是过时的资料，例如股价、最新营收、毛利率等，就很可能和即时的资讯有落差。这时候该怎么做呢？在 Gemini 有2个方法来避免这个问题。第一，查证功能，每次回答完，你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，绿色代表有来源佐证，橘色代表可能是 AI 瞎掰的。如果你看到橘色，那你就可要小心了。第2，直接开启 Google， 用 AI 模式来搜寻。例如我输入请搜寻6588东点光电最新的营收表现与 CPO 相关新闻，这样就能确保你拿到的是即时资讯，而不是 AI 凭空想象的故事。既然分析结果提到的是 CPO 概念股，那到底什么是 CPO 呢？其实它指的是最近市场炒最热的矽光子概念。如果你对这个技术不熟， Gemini 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叫做引导式学习。我实际问他，我想知道什么是 CPO， 他不会一次丢给你一大篇论文，而是像家教一样阶段式的引导你。他告诉我 CPO 是将光收发模组与运算晶片封装在同一个载板的技术，这可以解决铜线传输的瓶颈。接着他引导我深入了解背后的矽光子技术，解释就像是直接把公司搬到楼上，非常生动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学习为什么非换不可。AI 就会告知我们铜线传输面临的瓶颈，铜线跑的距离越长，衰退就会越严重。接下来我问他 CPO 是怎么做出来的， AI 就会告知我们 CPO 的关键在于先进封装，就像不同栋的透天变成同栋大楼一样，关键的技术就是矽中介层，非常依赖台积电的 CoWoS 这类先进封装技术。接下来我们要了解谁是关键玩家， AI 就会回答我们，像是云端服务供应商，像是 Meta、Google、Microsoft 等。那晶片设计大厂像是博通、辉达等设计的交换器 ASIC， 还有矽光子的制造商 Intel、Air Labs 和雷射光源供应商，以及先进封装与组装厂等。此外还有光纤元件与耦合的上权及 Broadway 等股票。但是就在我想要更深入了解供应链细节的时候，因为引导式学习大量使用了高强度的思考模式，你会发现免费版的额度很快就用完了。这时候就是升级的最佳时机。如果你是像我一样需要大量深度研究的投资人，订阅付费版你就可以解锁 Deep Search， 制作影片、建立图像、使用视觉版面配置，拥有更多的思考模式次数等。此外，如果你是个人订阅，还直接送你 2TB 的硬碟空间，相当的划算哦。我们直接来实测 Deep Research。我给他一个题目，搜寻 Gemini 3 Pro 领先 ChatGPT 这波风波对于台积电的影响。这边我们还可以做编辑的研究计划。例如我想要加一个问题，新闻都说 Google 的 TPU 生产成本比较低， NVIDIA 的 GPU 成本比较高，如果更多企业采用 TPU 对于台积电的影响为何？哪些公司会因为 TPU 采用率增加而受惠？帮我加入研究计划。接着它就会变更研究计划，再开始研究。Deep Research 会自动帮你爬出数百个网页，最后再产出一份完整的产业研究报告，我们可以把它汇出到 Google 文件使用。接着我们可以使用 Google 的 Notebook LM 来做快速的导读。打开 Notebook LM， 把来源文件丢进来，它可以直接生成语音对谈和生成简报、影片摘要等，让你用听 Podcast 的方式、总结摘要的方式，就能快速吸收这份报告的精华。欢迎收听 AI 晶片战争，现在打得这么火热，但你知道吗？真正的赢家可能根本不是你台面上看到的那几位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
没错，现在大家一讲到 AI，脑中浮现的画面就是一场超级激烈的龙头争霸战呢。你看，台面上的主角好像就是这两大巨头在对打嘛，一边是辉达，他们的 GPU 简直就是现在的武林盟主；另一边呢是 Google，他们自己打造了专门的武器，叫做 TPU。如果你要把研究结果整理成文章或脚本，在 Google Docs 里面，我们还可以将这份报告中直接呼叫 AI 生成 Google 自研晶片的图片，让你的报告变得图文并茂，非常易读。此外 Gemini 3 Pro 的超长上下文读取能力，让它可以处理庞大的股票数据。例如我这里有一份 AI 智能股票的 Excel 档案，里面有几百几千档股票的数据，我可以直接丢给它，然后给它一个提示词。你是一位专业的股票选股分析专家，请分析 Excel 档案中的股票数据，依照以下步骤帮我筛选出 Top 5档股票，评分标准为 AI 题材 60%， 基本面 20%， 筹码面 20%。接着我们可以使用 Canvas 模式，不用写程式，几秒钟的时间，它就会依照我们的需求筛选出最好的5档潜力股，并列出详细的原因。如果你觉得报告有问题，使用 Canvas 模式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在界面上编修报告。例如你要把某些文字做出体，有些文字要修改或者分段，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编修，或者直接汇出到 Google 文件，再做进一步的编修。此外，如果你觉得这些 prompt 写得很棒，不想每一次重打，我们还可以使用 Gem 的功能，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 AI 智能体。你可以设定一个 Gem， 并贴上刚刚的专属提示词，但是你在丢另外一份 Excel 档案时，它就会自动帮你使用同样的提示词，筛选出 Top 5的股票。完全不用重写提示词，超级的方便。如果你希望 AI 依照你的专属知识库进行回复，你也可以把档案加入相关资讯里面，这样 Gem 就会依据你的专属知识库进行回复哦。不过很多朋友一定有一个疑问，如果每次的提示词希望能够客制化调整，该怎么办呢？这边我非常推荐你使用一款强大的 Chrome 扩充功能，叫做 AI 提示词 Plus 这个工具。这个工具可以让你储存你的提示词，而且你可以自己客制化自定变数。例如你要改成基本面权重 60%， 题材面 20%， 筹码面 20% 来当评分依据，就可以把这部分的提示词用中括弧包起来。这样下次你只要打开这个提示词管理器，输入你想要的评分标准，这么一来 AI 就会依据你想要的权重来去筛选股票。此外，虽然现在 Gemini 的表现暂时赢过 ChatGPT， 但是我们无法保证 Gemini 永远比 ChatGPT 好用。如果未来 ChatGPT 一改版，你的提示词又要全部重新搬家，肯定会很麻烦。但是有了这款扩充功能，你就可以轻松的在 Gemini 和 ChatGPT 之间无痛切换。除了以上的技巧以外， Gemini 的功能还不仅如此，你还可以利用排程任务功能，自动执行每天的任务。例如，我们可以设定每天早上8点，让它自动搜寻你持股的最新消息，并整理成重点资讯寄给你，这样它就会每天早上8点执行这个任务，之后还可以照排定的动作来去编修你的排程任务。好了，今天的 Gemini 完整教学，从基础设定到深度研究，再到自动化工具，希望能帮助大家在投资这条路上更有效率、更聪明的投资。如果你对 AI 结合投资有更深入的兴趣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AI 投资学院 Plus 社群，这是台湾独家针对 AI 如何帮助我们投资的专属社群。在里面我已经准备好丰富的自动化投资流程教学，包含 AI 标股雷达、8Q 程式交易的众多模板，以及更多实用的投资提示词。加入社群之后，这些资源都可以直接一键套用，让你少走很多冤枉路。连结我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，欢迎大家加入学习更多高阶的技巧。我是居股团长，教你用 AI 投资赚大钱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